无畏曲折迷离 ，K 姐吉他蜜。大家好，我是 K 姐，欢迎回来。最近呢，一部由 Netflix 出品的现象级网剧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收视狂潮。从9月17日开播以来，竟然迅速在94个国家收视排行榜上排名第一，并连续21天在美国的 Netflix 上排名也是第一，一跃成为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非英语原创剧。这部剧就是《鱿鱼游戏》。鱿鱼游戏的剧情其实非常的简单。一群在现实生活中走投无路的人，被456亿韩元的天价奖金所吸引。他们被告知，只要能完成6个经典的儿时小游戏，就能获得这些奖金。但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事实上，在456个参赛者中，只有1个人能活着走出去。而这些人在为奖金而战时，一些 VIP 大佬却在幕后观看着这场血腥的表演，并以此为消遣。很多观众都觉得这种丧心病狂的游戏只会出现在虚构的电视剧当中，但不幸的是，在上个世纪的俄罗斯还真就出现过2次现实版的鱿鱼游戏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到底谁是幕后主使呢？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，有一个叫做台嘎的原始森林。1993年，一个叫根纳季的老板看上了这里的环境，于是决定在这里开设一个以狩猎为招牌的度假村，专门吸引俄罗斯、乌克兰等国家的一些阔佬前来打猎消遣。一开始，台嘎度假村的生意十分火爆，许多狩猎爱好者都闻讯而来。但好景不长，由于过度打猎，原本种类繁多的鸟兽所剩无几，度假村的生意也渐渐变得难以维持。这让老板根纳季伤了头脑，他苦思冥想，终于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，那就是既然没有猎物可以打，那不如给客人提供游戏枪支，让他们互相进行火力对抗，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根纳季说到做到，很快购买了一批国外的游戏枪支，但后来因为成本太高，这个想法并没能实现。这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度假村的一位客人因为一些琐事被随行而来的仆人惹恼了，于是这位客人趁着醉意竟向他的仆人开了枪。为了掩盖这起凶案，老板根纳季帮助这位阔佬将仆人的尸体扔进了森林，并对外谎称说仆人是遭到了野兽的攻击而去世的。而且事实上，在广阔的原始森林中，人员失踪也是常有发生的事。就这样，根纳季等人就成功地躲过了警方的调查。侥幸逃脱这事儿给根纳季带来了很大的启发，一个阴暗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。他决定以活人来代替野生动物，供有钱人消遣。后来，根纳季也真的借此发了一笔不义之财。但是，狩猎游戏里的活人靶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原来，根纳季早就想好了，他指挥了一帮打手到附近的各个城镇上寻找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并以招募工人为由，将这些流浪汉骗到自己开设的台嘎度假村。而此时的流浪汉们还对他们将要面临的人间地狱一无所知。根纳季对这些流浪汉说：“你们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陪客人玩一种射击的游戏。不过放心，这些子弹都不是真的。”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这些可怜的流浪汉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枪下的亡魂。多次得逞的根纳季越来越肆意妄为，但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好在根纳季的罪行最终还是被发现了。1994年，俄罗斯警方成功破获了这起骇人听闻的猎人案，但无独有偶，另一起更加丧心病狂的鱿鱼游戏同样发生在俄罗斯，并且这起案件和鱿鱼游戏有着更多相似之处。早在台嘎度假村成立1年前，有一个叫亚历山大·顿斯科伊的商人就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度假山庄开展鱿鱼游戏了。这个度假山庄名叫人上人乐园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诡异啊。但据警方资料显示，人上人乐园同样位于原始森林之中，但其占地面积却是台嘎度假村的 1.5 倍，约有7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奇怪的是，一直到台嘎度假村案被侦破之后，人上人乐园的生意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依然像往常一样经营着。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？
原来亚历山大早就和当地的警方打好了招呼，并展开了深度合作。他在乐园里固定投放了37个活人靶，还把他们称为人兽。这些人兽一律身着红色套装，这不免让人想到，在鱿鱼游戏中，所有的游戏参与者也身穿着统一的制服，只不过制服的颜色是绿色的。这些人兽大多是由警方提供的，没错，当地的警察早就被亚历山大的巨额报酬冲昏了头脑，他们将抓获的嫌犯和吸食违禁药品的人都交给了亚历山大，还美其名曰以毒攻毒。这也是人上人乐园一直不缺人兽的原因。为了加强和警方的合作，亚历山大还和他们约法3章，规定甲方，也就是人上人乐园，会每天按时向乙方，也就是警方提供丰厚的报酬，并承担一切饲养人兽的费用，而乙方则必须保证甲方能够正常经营，并向乐园介绍一定的客户，以此扩大乐园的经营范围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向甲方提供用于控制人兽的违禁药品。在这个真实的案例中，违禁药品支撑着游戏人继续拿命赌下去，犹如鱿鱼游戏中那些参赛者为了得到奖金，就算拼了命也要走下去。此外，为了保证乐园的良好经营，亚历山大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乐园管理措施。针对人兽，亚历山大规定他们在白天工作时只能携带午餐需要的水和干粮，其余2餐会由管理人员按时提供，人兽每晚只能在指定的地点休息，而且一旦有人破坏了规矩，除了会受到鞭刑以外，还会遭到10天禁止吸食违禁药品的惩罚。亚历山大还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客户的会员制度，所有能进入乐园的客户都必须先加入他所成立的猎手协会，而要想加入猎手协会，首先要得到老会员的推荐，其次还必须通过协会的审核。这规则像不像我以前有一集提到过的美国波西米亚富人俱乐部呢？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比较特别的是，狩猎协会明确了不会接待非俄罗斯籍的客户，同时一旦成为会员，便可以在狩猎游戏中不以真名示人，从而做好保密措施。至于费用，每参加一次猎手游戏，会员都需要缴纳15万美元，一次游戏的时间为15天。那么在游戏过程中又有哪些离谱的规则呢？首先，会员可以在人上人乐园内随意射击事先投放好的37个活人靶，但每次不能射杀超过3人，而人兽每次只工作5天，其余时间可以在安全区内休息，待恢复精力后才会参加下一次游戏，以此来提升会员猎手的刺激性和乐趣。以上种种的规定可以说是丧心病狂至极，在亚历山大等人的眼中，这种凭运气才能活下来的游戏只是一种消遣而已。可以说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，视人的生命于不顾。这又让人联想到，由于游戏中把人的自相残杀当作乐趣的游戏组织者和 VIP 观众们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游戏，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恶趣味，才让这个毫无人道的游戏存在了很多年。而人上人乐园的经营居然还一直很顺利，但俗话说得好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亚历山大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精心设计的游戏竟然会因为一位大客户的出现而毁于一旦。这个大客户叫尼古拉·列尔切夫，他和狩猎协会的其他成员相比还要更加的变态。别的会员参与狩猎游戏仅仅是供自己消遣，而尼古拉第一次进入乐园就给了亚历山大100万美元，想要包下整个猎场10天。在这10天里，他可以随意进行狩猎。亚历山大是个唯利是图的人，听到100万美元的天价时，他立马就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甚至连与他合作的警方都没有通知，想要一个人独吞这笔巨款。于是在1999年初夏的一天，人上人乐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。在这天的凌晨3点，尼古拉趁着所有人都在熟睡之时，带着20条日耳曼狼犬和一伙手下，偷偷地潜入了乐园，准备实施他那邪恶的计划。在天刚刚亮起来时，他看见2名管理员来到人兽居住的地下室，给他们送完早饭后就匆匆离开了。按照往常的时间安排，这群人兽会在吃完早餐前，大约早上8点就离开他们的住所，开始一天的逃亡之旅。但当天也许是人兽们吸食了过量的违禁药品，他们一直到早上8点半才开始离开地下室，逃往森林深处。
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一场史无前例的鱿鱼游戏即将再次上演。正当人兽们跑出地下室时，在一旁等候多时的尼古拉展开了行动。他命令手下将20条凶残的日耳曼狼犬放了出来。人兽们在见到这群狼犬后，就开始疯狂地逃窜，但他们根本跑不过训练有素的狼犬，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被狼犬撕扯扑倒，像猫捉老鼠一样被狼犬追逐玩弄。看到人兽们绝望的逃窜，尼古拉和他的手下反而爆发出了阵阵的笑声。紧接着他们也拿起了武器参与到其中。一开始尼古拉他们故意上演欲擒故纵的戏码，目的是想看到人兽们惊恐万分的表情，这能让他们更加的兴奋。在玩累了之后，尼古拉便下令清除他们，并放出了狼犬。那天整片森林哀嚎遍野，直到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。而这场人间惨剧还被事先架好的4台摄像机全方位地记录了下来。原来这才是尼古拉真正的目的，他早就打算录下游戏的真实场面，再剪辑成影片卖给黑市上的买家，以此赚取惊人的利润。但上天有眼，这部被命为围猎人兽的片子在传到莫斯科后引发了警方的注意。在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，人上人乐园案的所有犯罪分子最终全部被缉拿归案。俄罗斯警方表示，凡是涉及人上人乐园一案的犯罪分子，不管后台有多硬，都要依法严办。然而，究竟有多少人在游戏中丧了命，则永远是个未解之谜。